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鼻子在面相中代表着财帛宫。面相中有句话说：7尺之身，不如1尺之面；1尺之面，不如1尺之面；不如3寸之鼻；3寸之鼻，不如1点之心。可见鼻子在整个面相的重要程度。通过观察鼻梁的高低、鼻子的长短、鼻翼的肥瘦、鼻子的大小、鼻子的色泽等，可以非常精确地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来。认清楚这常见的鼻相，你就明白鼻子不一样，富贵财运的真可是千差万别。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6种中年财运好的鼻子面相。希腊鼻。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。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，鼻头微微上翘，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，不畏困难，坚持到底的精神，并且性格开朗，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，没有私见，且能够忍辱负重。这样鼻型的人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。悬胆鼻。第二种鼻子叫悬胆鼻，这亦是天生富贵之相。它的尤其之处在于鼻头生得很丰隆圆大，山根略窄，活像一个悬吊着的猪胆一样，因此也有人叫这种鼻子猪胆鼻。这类人多数先贫后富，先苦后甜的，幸而他的人际关系良好，故而踏入中年运便会发迹，开始积聚财富。讲到他的金钱运，绝非不劳而获，往往是要经过一番努力、艰辛开拓之后才得到收获。而他那老实正直的性格，恰是他财富的根源。成功的方程式。牛鼻。第三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牛鼻，鼻子生是很大的人，通常自信心亦很大，而且够魄力，而牛鼻就是其中大鼻子的代表者了。而此鼻之特色在于鼻头和鼻子连在一起，生得大大的，鼻孔完全不外露。此人日后必定能够富甲一方，但这也绝非轻易得来的，同样是需要经过默默耕耘才能够获得成果。犹太鼻。第四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犹太鼻，这种鼻子的人是个做生意的天才，外形生得非常特殊，鼻梁高，鼻子又大又勾，恰似外国人的大鼻子。他们很懂得赚钱，而且手段高明，更有点侵略性，支配欲十分强烈，喜欢控制一切事物，因而他的行为也会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一面。冠顶鼻。第五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冠顶鼻，又名伏羲鼻。这种鼻子除了外形特殊，鼻梁挺直和有肉外，最重要的是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隆，威风凛凛，纵贯上额。有这种鼻子的人不但大富，还会大贵，身居高位而操大权，所做的都是大事情。狮子鼻。狮子鼻的特点是鼻翼很有力，鼻翼比较大，鼻头偏硬，而鼻梁不一定高。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能够独当一面，并且善于采纳他人的建议，积极维护市场与客户，注重人缘，心胸开阔，并且做事魄力足。这样鼻型的人因为人家关系好，有担当，所以导致发财。9种中年财运不好的鼻子面相。山根折断的人。山根这个部位在面相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，位于鼻梁最上端的起始部位，在两眼中间。如果这个部位过于凹陷，像是断了一般，则是命极其不好之象。首先，山根这个部位是面相中夫妻座位置所在，这个部位凹陷的人，婚姻必定会常出现不和等问题，十有8九会出现离婚的情况。这个位置除了是家庭破败的厄运，这种人疑心重、心机深，一生当中非但几乎没有贵人运出现，而且还会常遭小人破坏，一生奔波劳碌，婚姻和财运都是非常差的表现。短鼻子的人。面相中什么是鼻子短？是指从外形大小与整个脸型大小相比，鼻子占比相对比较短的鼻子。鼻子在面相中就是代表一个人钱财所在，是12相宫中的财帛宫。鼻子短的人财运差，不适合创业，只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性格上，这样的人没能力，还比较高傲，总是拥有谜一样的自信，做事非常容易冲动。虽然行动能力强，但是大多都是无用功。鼻子位于面相中庭部位，短鼻子这种鼻相的人，中年运势不佳，易惹祸端破财。鼻梁扁低的人。这种鼻子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叫做他鼻子。拥有这种鼻相的人缺乏自信，一生劳碌的表现。他鼻子的男人事业心差。男人的鼻子是他们一生中事业财运的主要面相体现。鼻子扁平，鼻梁低，呈他鼻子状，这样的男人事业易遇到波折，是自身能力不足的表现。如果女人拥有这样的鼻相，则主要代表丈夫不够优秀。自古至今，女人的鼻子是夫星所在，这样鼻相的女人大多会嫁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丈夫。
如果嫁给一个事业发展不错的男人，在婚后丈夫的事业常常会出现破败的情况，是克服之下。4. 鼻梁不正的人，鼻子挺直很重要。如果鼻子不挺直，那这个人的心理就不容易平衡。鼻梁不正也叫歪鼻，鼻梁不正就是心术不正，喜欢诈骗，做事不爱循正轨，自以为是，欺诈他人。另外，鼻梁有结者，容易记仇，有点神经质，容易疑神疑鬼，脾气也倔强，别人的意见很难听进去。鲫鱼鼻，在面相中，所谓的鲫鱼鼻，就是指山根尖细，鼻梁干瘦，中间会有略微的隆起，鼻头尖尖向下。一般有此鼻相的人，没有上进心，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都是抱着一副得过且过的心态，只要自己吃饱，不会在乎家人的温饱。婚姻生活不美，常有矛盾发生，就连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没啥的成就，让人瞧不起。6. 剑锋鼻，所谓的剑锋鼻，就是指鼻梁尖削无肉，能够很清楚地看得到骨头，鼻灶外露，看得到鼻孔。一般有此面相的人，为人尖酸刻薄，对朋友会非常的冷淡，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都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一生劳碌奔波，没有大的成就。男人有此面相，财运受阻，容易克妻伤财运；而女人有此面相，克服压制丈夫抬不起头。这样的人，无论有钱没有钱，都不幸福。7. 狗鼻，在面相中，所谓的狗鼻，就是指年上瘦上高耸，准头蓝苔，庭尾低陷，鼻尖中间有一凹痕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鼻梁。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赚钱没有气势，经济上不会怎么富裕，凡事都会算计得比较精明，一点的亏也不肯吃，但是为人小心谨慎，一肯有大的举动，一辈子浑浑噩噩，成不了大气候。8. 结筒鼻，所谓的结筒鼻，就是指鼻子像是一斜劈的竹筒扣在脸上，准头端正不偏不斜，山根略低，年上瘦上丰满，鼻梁端正圆直。而有此面相的鼻子，做事有魄力，有野心，雷厉风行，有大度量。一般有此面相的人，生活上具有非常强的忍耐力，能够保证赚大钱、生大财，财运滚滚。但是这样的人看财过重，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，连累家人。9. 蒜头鼻，所谓的蒜头鼻，就是指鼻梁低窄，山根平小，鼻头很大，肉比较丰满，鼻翼轮廓线明显，鼻准两翼这3处差不多一样大小，形如蒜头状。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物质欲望比较强，赚钱的能力不强，比较难存住钱，赚得多花得多。若是女人有此面相，容易嫁给穷人，境遇较差。古人认为，一个人的外貌、举止乃至运势，都是其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。这种理念不仅仅体现在相面学上，更是一种哲学思考，关于个体如何通过修身齐家来影响自己的命运。首先，心态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。心怀善念的人，其表情往往温和，眼神清澈，给人一种亲切和谐的感觉。这种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都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他们的人生态度积极向上，常常能够在逆境中寻找到成长的机会。相反，那些心存恶念或者贪婪的人，往往面相间透露出一种阴郁和狡诈，他们的眼神可能闪烁不定，嘴角的扬起也可能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戾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暂时得到了财富和地位的提升，也难以享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。此外，心态的变化同样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。比如，一些原本处于低位的人，因为持续保持乐观和努力，最终能够逆境翻盘，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。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内心强大的信念和不懈努力的结果。在中国古代，不乏这样的例子，诸如历史上的名臣贤将，往往是在艰苦中磨练出非凡的品格，最终成就一番事业。反观那些虽然一度富贵，却最终一无所有的人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富贵带来的诱惑，在物质的诱惑面前，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失去了初心和自我控制，最终导致事业和人生的失败。这种由内而外的败坏，正是因为他们未能在内心深处坚守正道和道德底线。因此，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这一说法提醒我们，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，不是外在的相貌，而是内在的心性。要改变命运，首先要修心，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精神修养，培养出一颗宽广、善良和坚韧的心，才能真正达到内外兼修，影响自己的相貌和命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